各位好，我是老岳，制裁小站。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，周三。这期咱们聊内存，聊这些天跌得最狠的一批股票。喜欢这类行情分析的朋友，麻烦顺手点个订阅，来看几个数字。闪迪 SanDisk 去年7月$42一股，今年6月25号$2335，一年55倍。然后呢，一个月跌回1000出头，从高点跌掉6%，今天盘中还在跌6%。美光一年接近10倍，回撤1%还多。韩国的海力士今天单日再跌9.6%，从高点正式腰斩。光模块那几只最狠的跌了6%多。整个 AI 硬件上游内存、存储、光模块在集体挨杀。我的判断是，这一轮主要是去杠杆，不是基本面塌了。这个判断怎么来的？咱们一层层看数据，最后再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：杀到什么时候是个头？跌幅名单我念一遍。数据截止今天盘中7月29号，闪迪高点2335，现在1020几，回撤56%。美光高点1200。现在780多，回撤35%，一只股票从高点蒸发了4800多亿美金市值。海力是回撤52%，三星42%，西部数据38%，希捷30%。光模块 Lumentum 回撤42%， Coherent 47%，AOI 64%。从6月25号到7月初，整个半导体板块就蒸发了大概1.5万亿美金，这两天窟窿还在扩大。注意一个对比，英伟达从高点只回撤了18%。咱们上期讲开源大战的时候说过，英伟达是卖产值的，两头赚。你看，跌的时候卖产值的也最抗跌，挖矿的矿工东倒西歪，卖产值的店还开着。聊为什么跌之前，得聊它为什么涨。这轮内存行情底子是实的，不是纯讲故事。内存是个周期行业，过去10年厂商被价格战打怕了，扩产能一直很谨慎。结果 AI 一来，数据中心把内存和存储的需求一下子抬上去了，供给跟不上就涨价，涨到什么程度？行业研究机构 TrendForce 的数据，今年一季度 DRAM 合约价环比涨了9%多，NAND 涨了5-6%。二季度 DRAM 又涨60%，NAND 又涨70%多，一个季度环比，不是同比。整个 DRAM 行业的收入一季度环比涨了8%，厂商赚疯了。海力士刚出的二季度财报，营收同比涨2倍半，营业利润同比涨5倍半，双历史记录。三星也是创纪录的利润。所以你看，涨价是真的，利润是真的，这就是股价暴涨的底子。要命的地方在别处，价格把这些利润透支到哪一年去了？这个咱们后面讲。具体的时间点，我说说我个人的解读，供你参考。闪迪去年8月之前还趴在40-50，9月开始动，翻到110。真正的疯狂是今年1月，一个月从240飙到570。为什么是这个时间？我们在币圈那期讲过。AI 三波论，第一波聊天机器人火完了，发现商业模式一般。第二波去年年底 Cloud Code Codex 这批编程智能体真做出了效果，企业开始真金白银的扩推理算力。推理和训练不一样，训练主要堆 GPU， 推理要伺候海量用户、海量数据，吃的就是内存和存储。所以这波钱先炒芯片，再顺着产业链往上游炒到内存，时间线正好对上。这是我个人的框架，因果没法严格证明，但节奏是吻合的。有人问，凭什么闪迪涨得最疯？3个原因。第一，它去年2月才从西部数据拆出来，单独上市，盘子小，起点低，去年市值才几十亿美金，小船好掉头，也好炒。第二，NAND 闪存这轮缺货最狠，闪迪手里攥着5份多年期大合同，
其中3份白纸黑字写着最低营收420亿美金，还带着100多亿美金的财务担保。你说订单排到几年之后，这个我查了，是真的，合同就摆在那。第三，它有个技术故事叫 HBF， 高带宽闪存，跟海力士一起推行业标准，号称给 AI 推理用，带宽接近 HBM， 容量是它8到16倍，样品今年下半年出。小盘子加上真缺货，加上大故事，上半年它是标普500里涨幅第一的股票，当然涨得最疯的，跌得也最狠，这一点市场从来没变过。你说这次是获利了结加唱空引发挤兑，我去查了数据，挤兑是真的，而且比你想的还夸张，只不过主战场不在美国，在韩国。韩国散户从2025年底开始从币圈转进内存股，融资余额到今年5月突破60万亿韩元，历史记录，2倍杠杆的 ETF 一上市就被抢光。最要命的是集中度，三星加海力士，就这2只股票的融资盘占了整个韩国市场融资盘的1/3还多，全国的杠杆压在2只票上。然后7月13号，海力士一天跌 15.4%， 上市以来最大单日跌幅，三星同一天跌 10.7%。 接下来就是连锁反应，120万个杠杆账户被追保，30多万户直接强平。强平是什么意思？券商不跟你商量，市价单直接砸出去，越砸越跌，越跌越触发下一批强平。韩国央行3年来第一次加息，监管把杠杆 ETF 的保证金往上调，新产品停发。 Kospi 从6月的高点到今天跌了 38%， 光昨天一天就跌了 10.8%， 这就是教科书级的去杠杆。咱们频道说过，风险不会消失，只能转移。牛市里杠杆把收益放大给你看，跌的时候它把风险集中起来，一次性引爆。那第一张牌是谁推导的？我把7月的时间线捋出来了，4件事一环扣一环。7月3号 TrendForce 发报告，3季度 DRAM 涨价预测只剩10%几，上个季度还是60%，而且点名说消费端的价格承受力到极限了，涨价没停，但加速度没了。7月13号，海力士单日暴跌，韩国杠杆盘开始连环爆，恐慌传到美股，美光、闪迪、西数跟着跳水。7月27号，前天中国的长鑫存储在上海上市，又把火浇旺了一轮，这个单独讲。然后是财报，海力士的2季度报，韩国时间今天早上出炉，营收利润双创纪录，但都不及预期，股价今天再跌 9.6%。你看这个链条，基本面二阶倒拐头，引爆杠杆，杠杆引爆恐慌，恐慌里所有消息都被当成坏消息。长鑫这个事最有意思，值得单独说。长鑫存储，中国最大的 DRAM 厂，前天在上海上市，发行价8块6毛6，首日涨了 466%， 收盘市值 3.3万亿人民币，一天之内超过工商银行，成了全中国市值第一的上市公司。一家内存厂上市第一天全国市值王，这是有2层含义。对行业，中国供给是真的要来了，散户抢筹归抢筹，579亿人民币的募资是要落地成产能的，这对内存厂商的长期定价权是实打实的变量，不是情绪。美国这边已经有议员在喊限制采购，但供给这个事挡得了订单，挡不住产能。对市场行情最热的资产敲钟上市，历史上往往不是加冕，是见顶信号。街上最后一个想买的人都排队进场了，后面没有新钱了。顺便说，海力士自己7月10号也刚在美股挂牌，挂完到今天跌了 22%。顶部的钟这个月敲了2次。好，现在回到核心问题。网上分2派，一派说 AI 硬件的故事被证伪了，泡沫破了，一派说基本面没变，纯粹是踩踏。我的判断，去杠杆是主因，但要说基本面一点没变也不对，争辩的有2处。第一，涨价的二阶倒拐头了，股价炒的从来不是好，是更好，环比涨9成到涨6成到只剩10%几，
绝对水平还在涨，但加速度没了，凡是按加速度定价的钱就要出逃。第二，中国供给从传说变成了上市公司，这是长期变量，那没变的是什么？需求和订单。海力士跟10家大客户签着多年期长约，闪迪的合同排到几年后，美光给下个季度的营收指引是500亿美金，财报全是历史记录，但创纪录还跌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之前的股价里装的预期比记录还高，这就叫杀估值。公司没变差，是价格透支了。所以你的判断我大体认同。再补一点，去杠杆杀的是持有人的结构，公司还是那个公司，但二阶岛和中国供给这两个变化决定了它反弹回不到原来那个斜率。那为什么市场这么容易信空头？因为 AI 变现确实有个真问题，这也是你一直说的消费出口。企业端的调查 57% 的公司说 AI 带来的回报还赶不上投入，这个比例从2025年到现在基本没改善。另有统计说，企业把1/4的 AI 预算推迟到了2027年。当然也有咨询机构给出乐观得多的数字，这个数据本身有争议，但方向上赚钱速度赶不上花钱速度，是市场共识里越来越响的声音。我自己就是个样本。我订阅 AI 编程工具，1个月几百美金，它真省我的时间，我心甘情愿年年续。但像我这样直接掏钱用出价值的人占比还小，大多数企业还在算账，广告有没有多卖，人有没有少雇，账算不清，采购就要等。上游是按人人都用上的预期在扩产定价，下游的钱还没跟上来，中间这个时间差就是每次 AI 恐慌的真实土壤。硬件股是这个链条的最上游，预期给的最满，所以恐慌来的时候它跌得最狠。杀到哪算完？说实话不知道，谁说他知道你都别信，但有几个角度可以观察。一个是估值，现在闪迪、美光的预期是盈率算下来只有5倍出头，看着便宜的离谱。但内存这行有句老话，周期股要在市盈率高的时候买，市盈率低的时候卖。为什么？市盈率低恰恰说明利润在周期顶上，市场不信这个利润能持续。真到下行段，利润一踏，5倍能变20倍，便宜瞬间变贵。所以5倍是盈率本身，不是抄底信号，它是市场在投票说眼下就是利润顶。再一个是杠杆，韩国那边30多万户已经强平完了，监管也介入了，融资余额在降，外资开始回流，这部分压力释放了一大截。还有一个看事件，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就在今天下午2点，今晚盘后微软和 Meta 财报，明晚苹果和亚马逊，这几家就是买内存买算力的金主，他们的资本开支指引一出来， AI 硬件是继续买还是继续杀，很快见分晓。我个人的感觉跟你一样，可能快了，估值杀掉一半，杠杆报得七七八八，再往下杀的就是情绪，但这是个人判断，不是点位预测，我不给点位，也劝你别找任何人要点位。这里补一个华尔街的老习惯，也是我看后市的一个风向标。历史上一个国家级别的股市崩盘，最后往往变成给美国送钱。2条路，第一条做空，美国有全世界最专业的做空机构，这套生意人家做了上百年。韩国这种杠杆牛崩下来，空头是有准备的。第二条更重要的，抄底。恐慌把海力士、三星这种全球顶级的存储公司打到腰斩，别的市场想接不动，流动性不够，手里现金也不够，谁接得动？华尔街。美国大机构手里的现金是充足的，最典型的伯克希尔、巴菲特那家公司，现在阿贝尔掌舵，1季度末账上趴着3970亿美金现金，历史记录，到现在还没大动作，这笔钱在等什么？等的就是优质资产被恐慌打折的时刻。所以接下来怎么看？盯美国资金的动向，大型什么时候把存储股的评级转回来，机构持仓报告里什么时候冒出存储龙头的新建仓，伯克希尔这类长钱什么时候出手。美国的长钱开始进场，大概就说明聪明钱认为杠杆杀完了，这是个经验规律，不是铁律，我把它当风向标用，不
不当买入信号用。具体怎么应对，分两种人。做趋势的规矩很简单，别接飞刀。下跌趋势里没有底，只有更低。等它止跌企稳，重新站回均线右侧再进，宁可少赚前面一段。咱们做趋势的，吃不到鱼头是对的，鱼头上全是刺。做长线价值的，这个行业的长逻辑我认同，跟你想的一样。信息社会，数据量只会越来越大，电脑、手机、汽车、数据中心，哪个离得开内存和存储？就算 AI 的预期落空一半，这个行业的长期需求曲线还是向上的，但价值买入买的是价格，不是逻辑。逻辑对了，买贵了照样亏钱。周期股的规矩刚才说了，现在利润在顶上，报表最好看的时候往往不是最好的买点，所以等一个真正的深杀，等价格给出足够的安全边际，再分批用闲钱进。学会等待，这是咱们频道说过很多次的话，大部分收益是等出来的，不是操作出来的。总结一下今天说的，这轮内存暴跌，起点是真涨价，真利润撑起来的1年10倍行情，导火索是涨价加速度见顶，加上中国供给上市，放大器是韩国历史级的杠杆盘，30多万户强平，这是挤兑的实锤。我的判断，去杠杆为主，基本面有2处真实变化，但需求和订单没有塌。往后看，可能快杀完了。不过这话我说了不算，市场说了算，可以拿华尔街长前的动向当风向标。持仓披露，今天提到的所有公司，闪迪、美光、海力士、三星、西数、希捷、光模块、英伟达，我一股都没有，纯行情分析。这期所有数字的来源都放在视频简介的文字版链接里，可以去核对。风险提示，本视频是个人观点分享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内存是强周期行业，波动极大，决策请独立做出。如果这期对你有帮助，麻烦点个订阅，咱们下期见。